2022年6月11日 ，X 平台上，當時還叫做推特，一個名為 Soothsayer， 也就是占卜者的神秘賬號，只發了短短4則貼文之後就消失了。其中一則只有2行字：2023年新冠結束，2026年漢坦病毒。簡介欄只有一句話：閱讀未來。當時沒有人留意這個只有0星追蹤者的小號，這條貼文也淹沒在資訊海洋裡，整整安靜了將近4年。直到上個月，當大西洋上一艘叫做紅迪烏斯號的荷蘭籍郵輪，因為漢坦病毒陸續死人，被多國拒絕靠岸，輾轉漂流的新聞震驚全球，整個 X 平台才如夢初醒一般，把這條4年前的舊推文一夜挖出。短短幾天，這條2行字的舊貼文點讚數衝破10萬，轉發超過4萬，留言滿是震驚與恐慌。更詭異的是，這個賬號至今仍然死寂，從未編輯，從未回復，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沒有人見過他的臉，沒有人聽過他的聲音。但根據網友比對發文時段、語言習慣與一些更深層線索，多家媒體與爆料者指向同一個方向，這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子。朋友們，這個情節是不是有點像電影？一位身份不明的加拿大女子，2022年6月的某個夜晚，敲下幾行字，預言了人類接下來4年的瘟疫命運，然後消失。Snopes 爬到了2022年6月11日這條貼文的網際網絡檔案館存檔，確認貼文是真的，沒有被編輯過。Grok 系統也比對過，從發文到現在，這條訊息一個字都沒有改過。Snopes 嘗試聯絡這位 Soothsayer， 沒有任何回音。他就像一個遠古傳遞訊息的使者，把該說的話說完之後，從這個世界悄悄收回了自己的影子。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這位加國女子精準預見漢坦病毒郵輪背後的真相。泰國通靈預言家普萊最新警告下半年將出現大量離奇死亡的細節，還有讓所有人都坐不住的閻王震撼開口，戰爭真正獲勝國名字已定的恐怖內幕。每一條都環環相扣，越拼湊越覺得這已經不是巧合可以解釋的事情了。先說紅迪烏斯號這艘悲劇之船，它是荷蘭遠征公司旗下的一艘極地探險郵輪，總共149人，其中88名乘客，61名船員，來自世界23個不同國家。2026年4月1日從阿根廷最南端的烏斯懷亞港出發，原本是一趟夢幻般的南極半島極地探險之旅。許多乘客是60歲以上的退休觀鳥愛好者，每個人都背着沉重的鏡頭，帶着一輩子的期待登船。第一名感染者是一位70歲的荷蘭男乘客。根據後來阿根廷衛生部的回溯調查，這位先生與妻子在登船前的2025年11月27日就開始了一場為期4個月的漫長公路旅行，穿越智利、烏拉圭、阿根廷，沿途瘋狂觀鳥拍照，直到4月1日才登上紅迪烏斯號。其中最關鍵的一站是烏斯懷亞郊外的一處垃圾填埋場，他們在那裡蹲了整整1個下午，拍攝一隻安第斯山雀。誰也想不到，附近的一窩道大鼠正帶着安第斯型漢坦病毒，散發着看不見、聞不到的氣溶膠。病毒粒子就在那個下午，安靜地鑽進了這位先生的鼻腔。他在4月6日開始發燒、頭痛、輕微腹瀉。當時船上的醫生以為只是普通感冒。直到4月11日，他突然呼吸困難，胸口劇烈起伏。當天傍晚就在自己的船艙裡離開了人世。船醫初判為自然死亡，沒有傳染性。船長透過廣播向所有乘客宣布這個消息，並安撫大家不必擔心。但是2個禮拜後，他的妻子在聖赫勒拿島下船，準備轉機回阿姆斯特丹。就在轉機途中，他也開始發燒，最後在南非約翰尼斯堡的醫院倒下。48小時內死亡。同一架包機上還有另一位英國乘客被緊急送往約翰尼斯堡治療，情況危急但暫時穩定。5月2日，船上又有第3名乘客在大西洋上去世。這時候，整艘郵輪意識到事情大條了，船長立刻向所有港口求援，世衛組織緊急介入。經過 PCR 多次比對，最終確認所有死者都是感染了一種非常罕見的漢坦病毒亞型安第斯型。朋友們，這個亞型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裡？普通的漢坦病毒從1976年韓國科學家李镐汪在漢滩河附近的黑線鸡鼠肺部第一次分離出來，
到1987年，國際病毒命名委員會正式命名漢坦病毒，再到1993年，美國西南部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第一次出現漢坦病毒肺症候群。這幾十年來，全世界從未發生過漢坦病毒人傳人的案例。它一直靠老鼠尿液、糞便、唾液和氣溶膠傳染，致死率高達 40%。但因為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所以一直只是區域性的零星病例。可是安第斯型不同，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夠人傳人的漢坦病毒亞型。也就是說，一旦它跑出南美洲偏遠農村，跑到密閉的郵輪，跑到熱鬧的機場，跑到任何一座大城市，人類面對的就是一場全新的瘟疫风暴。世衛組織官員瑪利亞5月5日記者會上的原話是這樣：我們確實認為在密切接觸者之間可能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一句話，全世界傳染病學界都打了個冷顫。世衛總幹事譚德塞5月8日記者會補充說，這種人際傳播只發生在密切且長期接觸的情境下，比如同一家庭成員、感情伴侶要達到睡同一張床、吃同一鍋飯的程度。聽起來似乎不嚴重，可是密閉的郵輪、共用空調的辦公大樓、地鐵車廂、長途班機，哪一個不是密切接觸？洪迪烏斯號爆發後，這149個人輾轉了多國港口，佛得角拒絕讓船完全靠岸。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自治政府主席費爾南多一度拒絕入港，擔心影響島民安全。後來經過西班牙衛生部批准，才在特內里費島停靠。英國接回了22名公民，安置在莫西塞德郡的阿羅公園醫院隔離。法國接回5名公民，其中1人出現症狀。美國則接回17名公民，將16人送往奧馬哈區域的新型特殊病原體治療中心，1名輕症送往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醫學院。荷蘭、德國、瑞士、新加坡、聖基茨和尼維斯、紐西蘭、丹麥、土耳其、加拿大，這些國家全部都被世衛組織通知，啟動自己的追蹤系統。最讓我們華人世界震驚的是，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在5月17日宣布，4名從洪迪烏斯號返抵維多利亞港的加拿大旅客中，1名來自卑詩省的高風險個案安第斯型漢坦病毒檢測初步呈陽性，他的配偶也出現輕微症狀。緊接着，台灣自己也出現了20多年來首例漢坦病毒死亡個案。台北的鼠患問題被放大檢視，許多老舊社區的住戶開始恐慌。緊接着5月13日，法國西部城市波爾多港口又有另一艘載着1700多人的英國郵輪因為疑似諾如病毒爆發，被緊急停靠檢查，疑似出現傳染致死的極端病例。1周之內，2艘郵輪，2種病毒，無數人被隔離。這已經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普萊所說的多種病毒同時肆虐的預言軌跡正在你眼前展開。但真正讓全球網友毛骨悚然的，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那位加拿大女子留下的4條神秘貼文。朋友們，請大家想一想，這個賬號的簡介只有一句話：閱讀未來。他在2022年6月1周之內密集發了4則貼文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動靜。其中那條最關鍵的預言只有2行字：2023年新冠結束，2026年漢坦病毒。當時誰能想到，新冠真的會在2023年5月被世衛宣布結束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又有誰能想到，2026年才剛過了4個月，漢坦病毒就真的以一種前所未有能夠人傳人的形式在大西洋郵輪上出現。更恐怖的是，許多挖出這個賬號的網友發現，這位加國女子在貼文中還用了一些只有未來人才能精準對上的時間用語。她用 ended 的這個過去式來描述新冠結束，仿佛她已經親身走過了2023年那個分水嶺。她用 hantavirus 來預警2026年，沒有用鼠疫，沒有用黑死病這種更聳動的字眼，反而是極其精準地用了這個冷門到大多數人沒聽過的醫學名詞。BitGet 等加密貨幣交易平台甚至把這條預言做成了押注選項。Polymarket 上2026年漢坦病毒大流行的事件押注金額一度衝破200萬美金，最高幾率值來到 35%。一條4年前沒人理會的舊貼文，竟然在4年後撬動了現實的金融市場。網友半夜挖到這條貼文時，整個 X 平台徹夜炸裂。印度知名 DJ 兼節目主持人 Nikhil Chinappa 第一時間轉發，配上一句話：誰能告訴我
這個隨機賬號是怎麼在2022年就精準預測2026年漢坦病毒的。短短幾小時，他的轉發引爆全球瘋傳，許多人留下這樣的留言：這個賬號要麼是真的會看未來，要麼他本人就是知情者，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有人說得更直白，這不像迷信，這比較像是有人在搞事，但有人看不下去，提前透露了風聲。朋友們，思考一下這個結構，我們本來以為這只是一場郵輪疫情，可是當你把這位加拿大女子，把莫德納提前研發疫苗的時間點，把中國空軍軍醫大學在3月30日高調宣布成功研發出漢坦病毒核酸疫苗的事實，把美國陸軍傳染病医學研究所幾十年來對安第斯病毒的研究背景全部拼到一張時间軸上，畫面就完全變了。莫德納公司在2024年就和美国陸軍傳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展開漢坦病毒疫苗早期研究，比郵輪疫情爆發整整早了2年。2026年5月8日，當疫情剛剛升溫，莫德納直接宣布提前研發疫苗，當天股價暴漲將近 12%。中共空軍軍醫大學的張方林、葉偉團隊則在3月30日，也就是郵輪出發前一天，高調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已經開發出一種基於预融合構象穩定化的漢坦病毒核酸疫苗，號稱強效長效免疫保護。短短1個月後，大西洋郵輪上的安第斯病毒就爆發了。朋友們，這幾條時間線疊在一起，連最理性的人都會背脊發涼，仿佛有人提前4年告訴我們答案，又有2個國家提前2年備好了疫苗，然後病毒剛剛好在大西洋的一艘郵輪上剛剛好露頭。網友們開始稱這個現象為莫德納定律，因為當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莫德納也是離奇的早開始研發新冠疫苗，當時還沒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歷史驚人的重演，幾乎每一個細節都對得上。馬斯克前幾年就公開質疑過福奇與蓋茨之間關於病毒研究的金錢往來。他說，美國精英集團為了錢，已經到了連自己都不愛的地步。如今這句話越聽越像一句預言。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普萊，觀眾朋友都很熟悉他，這位泰國通靈預言家。在最新一次訪談裡，當主持人問他下半年會不會繼續有疫情爆發，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下半年數量會非常多。他說，到時候很多人感染了找不到病因，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病，治療無效，人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性命。他說，那些先離世的人可能比留下來的人還要舒服，因為留下來的人要面對醫藥費，要面對經濟崩潰，要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他強調，醫藥費將會壓垮許多家庭，加上經濟很差，對民眾來說是極為折磨的一段日子。普萊把這場瘟疫稱為一場隱形戰爭。他說，真正的危險不是核彈，不是大規模軍事衝突，而是一些國家在局部地區試驗性釋放生物武器。他說，這類戰爭不會出現封城封國的畫面，但社會上會悄悄地出現越來越多查不出原因的怪病，難以治癒的肺炎，不明原因的嚴重腹瀉，無法解釋的多器官衰竭。他形容那是一種把肺結核和黑死病融合在一起的可怕新東西，傳染性像肺結核一樣靠空氣飞沫散播，致死率像黑死病一樣讓人體器官在短時間內崩潰。他用了一句讓人聽完全身發冷的描述：死人會像花瓣凋零，像秋天的落葉一樣，一片一片落下，多到讓人麻木。朋友們，這不是普萊隨口說的話。他說，這次的訊息來源不是他的直覺，也不是他的牌卡，而是死神親口告訴他的。死神直接向他展示了2個泰文詞彙，分別是 Wanarok 和 Canarok， 前者是肺結核，後者是黑死病。死神還告訴他，這場瘟疫不是一次性的全球大爆發，而是分批奪命，不同地區爆發時間並不同步，將會持續很多年，最高峰可能會落在2027年到2030年之間。他說，2026年只是序幕，真正可怕的還在後面。他特別強調，2026年底開始會出現不尋常的零星個案，隨後幾年將大規模爆發。普萊在最新訪談中還特別點出，這場瘟疫的傳播方式有幾個關鍵特徵：第一，發燒不會退；第二，過敏問題從特定過敏源擴散到對什麼都可能過敏；第三，飛機上會出現全機乘客都在咳嗽的恐怖場景。
而這竟然會逐漸變成正常現象。他說，被問及疾病是否源自泰國，他強調是從外面放進來的，透過外國人搭飛機入境後在泰國擴散，甚至傳播者本身也可能不自知，並暗示來源方向與俄羅斯一帶區域有關。他說，肉類在這段期間可能會帶毒，無法食用。他說，人們可能會被迫回歸自然，以蔬菜、水果為主食。他警告大家保持正面心態，佩戴口罩，留意呼吸系統健康，提前準備急難救助包和基本糧食。他說，這場戰爭的解藥不在外面，而是在每個人的內心，在於是否還願意對神明心存敬畏，是否還願意守住自己的正氣。朋友們，普萊提到的這些症狀幾乎和紅迪烏斯號上感染者出現的症狀如出一轍，發燒、頭痛、輕微腹瀉，然後是突如其來的呼吸衰竭。船上有一位幸存的英國女士在事後接受訪問時說，他們夫妻原本只是來看南极企鵝的，可是当臨艙的荷蘭老夫婦相繼倒下之後，整艘船的氣氛瞬間變了，空氣中仿佛彌漫着一種看不見的恐懼。他說，那種感覺就像是死神拎着鐮刀在你身邊的走廊輕輕走過，你听不到腳步聲，但是你知道有人会被他選中。這段描述幾乎一字不差地對應上普萊所說的，死神在空氣中肆意游走，輕輕一揮袖，收割一大片生命。接下來更震撼的部分來了，閻王震撼開口，戰爭真正獲勝國的名字已定。朋友們，這段故事的來源是一位海外通靈者最新的一次直播分享。他說，他在最近一次冥想下沉的過程中，遇見了東方神話裡的閻王。閻王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樣張牙舞爪，也沒有判官筆和生死簿砸在他面前，他非常平靜，甚至帶着一點疲倦，安靜地坐在一張很普通的木桌前，桌上是一壺茶。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場戰爭的勝負其實早就定了。通靈者一聽愣住了，因為他原本以為閻王會說一些天機不可洩露、語焉不詳的話，但是這位東方判官接着說了一段非常具體的內容。他說，獲勝國的名字不在新聞頭條上，不在政客的演講裡，也不在你們所有人的猜測之中。真正獲勝的那個國家，是能在這場全球性病災、戰災、火災、水災並行的浩劫中，最快讓自己的人民活下來的那個國家。閻王說，戰爭的勝負從來不是看誰的飛彈打得遠，誰的航母多，誰的盟友多，而是看誰在浩劫之後還能站着。朋友們，這段話聽起來非常哲學，但是仔細品味，其實是一個極為精準的判斷。回頭看看美伊戰爭爆發以來的局勢，2026年2月底，美以聯軍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午夜之錘行動、獅吼行動接連展開，伊朗報復封鎖荷姆茲海峽，全球能源價格瞬間暴漲。3月20日，美以聯軍擊斃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3月21日，伊朗向迪戈加西亞美英基地發射霍拉姆沙赫尔4型彈道飛彈。4月初，美國一架 F-15E 在伊朗西南部墜毀，整個中東變成一座壓力鍋。許多預言家對這場戰爭最終的獲勝者眾說紛紜。阿南德說是印度，因為印度將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獲得穩定能源安全，迎來新一輪崛起。帕克說是新的伊朗，舊的政權必然瓦解，年輕世代將打開新局。也有人押注沙烏地，押注俄羅斯，押注中國。可是閻王告訴這位通靈者的是另外一個答案。閻王說，真正能在這一年活下來，真正能讓自己的百姓不在這場病災、戰災、瘟疫、水火並行的共業中倒下的那個國家，才是這場戰爭最後真正的獲勝國。閻王沒有直接說國家名字，但是他點出了3個判斷標準。第一，這個國家在過去這幾年裡沒有大規模參與生物實驗，沒有在自己百姓身上做奇怪的事情。第二，這個國家還有完整的家庭結構，年輕人還相信家，相信父母，相信自己的祖先。第三，這個國家民間還保留着對神明的敬畏，還保留着古老智慧的傳承。閻王說，符合這3條的國家名字早就刻好了。通靈者繼續問，閻王大人，那有沒有可能是某個強國？閻王搖搖頭，他說，越是被軍事力量綁架的國家，越容易在這場浩劫中崩塌，因為這場戰爭本質上不是國與國的戰爭，
而是人心與人心的戰爭。他說，那些把實驗室病毒當作武器的人，那些把生意做到別人家裡的人，那些用謊言操控資訊的人，他們的名字早就在他這邊登記好了。他指了指桌上的那本厚厚的冊子，輕輕翻了一頁，露出密密麻麻的小字。然後他抬頭看着通靈者，說，你回去告訴大家，這一年先別忙着壓住哪個國家會贏，先想想你自己站在哪一邊，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站在哪一邊。朋友們，聽到這裡，你心裡有沒有閃過某幾個地方的影子？我們不直說，留給大家自己去判斷。但我想提醒大家一點，普萊在他的預言裡特別強調過一句話，2026年的真正考驗不是飛彈會不會落在誰家頭上，而是哪個國家的人民還相信家庭，還相信信仰，還相信自己的祖先。這句話和閻王那3條標準幾乎完全對上，這是巧合嗎？我們再把整個拼圖往外擴一圈。前面我們聊過印度納迪葉解讀師維尼塔，他在2025年12月9日就透露，2026年會有一場像新冠一樣靠空氣傳播的病毒席捲而來，極可能是生化武器。他還說，這會是一場中美俄3國加上印度和歐洲的5國之戰，但是真正決定勝負的不是火力，而是天使與惡魔的較量。他說的這句話和閻王的判詞幾乎可以拼成同一句話。觀眾都很熟悉的帕克，他在最新一次播客節目裡補充說，這種病毒會比新冠更厲害，死亡會集中在那些違背良知的國家裡。他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詞，大清算。他說大清算的對象不是某個普通老百姓，而是那些躲在實驗室裡，躲在權力背後，用病毒當武器去傷害自己同胞的人。朋友們，美國預言家阿曼達也呼應了同樣的訊息。他說，2026年是國家與精神的警醒之年，沉默並非生存之道。他把這一年定位為根基之戰。他引用聖經馬太福音第7章那段話，聽命於神的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風吹雨打都不怕；不聽神話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稍經風雨就倒塌。他說，2026年的中期選舉，2026年的這場瘟疫、戰爭、地震、水火並行，真正考驗的是每一個國家的根基。根基穩就站得住，根基不穩，再強的軍事力量也撐不過去。他還特別提到了天象的警示。他說，我們來看一下猶太人最重要的節日普爾節。普爾節落在每年的3月份，是慶祝猶太人絕處逢生的節日。2025年和2026年的普爾節都恰逢血月。2027年是猶太閏年，會過2次普爾節。在聖經中，普爾節象徵着神聖的逆轉，人們透過禱告和正義的行動，挫敗針對神的子民的陰謀，而血月則是天象的警告，提醒世人悔改或警醒。更不能不提的是中國民間最近重新出現的賒刀人。賒刀人相傳是戰國時代鬼谷子的傳人，精通陰陽五行之術，賣菜刀卻不收錢，只留一句預言，預言靈驗之日就是來收錢之時。2019年那位賒刀人留下3年庇護，封不出門。後來新冠爆發，全球封城，預言一字不差。最近賒刀人居然漂洋過海，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小島檳榔嶼。島上的小娘惹們說，他們身穿粗布衣衫，在清晨的濃霧中現身，賣刀不收錢，只留下幾句話。第一句，稻米貴過龍珠時，我自踏浪來收錢。第二句，南洋米貴如珍珠。第三句，東洋遍地是枯骨。東洋就是東亞、中國、台灣、日本、韓國。遍地是枯骨，那就是人大批量死亡，連收屍的人都沒有，都爛在了大街上，非常可怕的景象。古代預言中也有10戶留1戶，1000人留2、3的說法。這場大清算到底會由什麼引起？戰爭、疾病、外星人？普萊說是瘟疫。他說這場瘟疫不會殺光所有人，但會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裡那些違背良知、傷害同胞、損害根基的人挑選出來。如果我們把普萊、帕克、阿南德、維尼塔、阿曼達，那位看到閻王的通靈者，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賒刀人，以及那位4年前發推文預警漢坦病毒的加國女子，全部排在一張表上，你會發現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他們互相不認識，
分散在泰國、印度、英國、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不同的角落，使用完全不同的占卜方式，從牌卡，從占星，從通靈，從納迪葉，從直覺，從夢境，從古老的口傳預言得出的結論卻驚人的一致。下半年瘟疫會升溫，戰爭真正的勝者不是火力最猛的那一個，而是民心最穩、根基最深的那一個。共業的清算正在進行中，死亡會像落葉一樣集中在某些地區。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病災出現的位置恰好和普萊預言中的老鼠帶來的傳染病完美契合。命理師簡少年在2025年12月9日就從干支能量推算，強調丙午馬年要特別留意馬、交通與鼠這三大關鍵，提醒大家不能掉以輕心。鼠在傳統文化裡屬子水，主陰主暗。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下滑，陰暗欺騙彌漫，相應物質場就會招來陰性的災病。歷史上羅馬大瘟疫、明末大鼠疫全都發生在社會良知崩塌、迫害善良信仰的歷史節點。東漢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曾哀嘆宗族因瘟疫而凋零，《黃帝內經》更是直接寫下五疫之治，皆相染疫，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站在那個位置上？朋友們，再看紅迪烏斯號的細節，有2個畫面讓我看完之後久久不能平靜。第一個畫面是船上的第一名感染者，那位70歲的荷蘭男乘客，他在登船前和妻子去阿根廷烏斯懷亞一處垃圾填埋場觀鳥拍照，妻子幫他拿着相機，他蹲在一堆垃圾旁邊仔細端詳一只安第斯山雀。就在那一刻，他們完全不知道附近的一只带毒鼠類正在分泌帶有安第斯病毒的气溶胶，病毒粒子无声无息漂浮在空氣裡，鑽進他的鼻腔。20多天後，這位先生在大西洋上空斷氣，他的妻子在南非倒下，一次愛鳥之旅變成一場全球疫情。第2個畫面是世界衛生組織派專家登上紅迪烏斯號，給每一位幸存者做檢測。船上的146名沒有症狀的人，連續幾天被隔離在自己的艙房裡，透過小窗看着大西洋。其中有一對阿姨夫婦，他們是觀鳥圈裡的老情侶，平常出門必帶望遠鏡。這次他們什麼也沒做錯，只是按時上船，付了錢，想看看南極企鵝，結果差點就回不去。這就是普萊所說的下半年大量離奇死亡的場景。它不是電影特效，不是末日小說，它是真實正在發生的事情。普萊那句死人多如落葉，從去年12月的播客節目到今年5月的大西洋郵輪，已經應驗了一小角。閻王那句戰爭真正的勝者是還能讓人民活下來的那個國家。從美伊戰爭1月的爆發到現在6大洲都在追蹤漢坦病毒，意義已經非常清楚。那麼我們作為普通人到底要做什麼？我整理了幾個普萊、帕克、阿曼達在不同訪談中反覆強調的具體建議，分享給大家。第一，準備急難包，基本的食物、飲水、口罩、消毒酒精、退燒藥、常備慢性病藥物，分裝2份，1份放家，1份放車。普萊說，這些東西不貴，但是關鍵時刻可以救命，建議至少準備可以維持家庭2周的水和乾糧。因為任何疫情或災難爆發後，超市往往是最先被搶空的地方。第二，重視呼吸系統健康。漢坦病毒安第斯型主要攻擊肺部，普萊預言裡的這場瘟疫也是攻擊呼吸系統。平常戒菸，戒含糖飲料，每天快走30分鐘，不熬夜，盡量讓肺部保持最佳狀態。在人多密閉的場合，戴 N95 或 KN95 口罩並不是過度反應。普萊特別強調，公共場所，特別是機場、車站、地鐵、長途班機，要養成常戴口罩的習慣。他說，這次的病毒光是吸入 0.5 微米級別的氣溶膠就可能中標，普通口罩擋不住，一定要 N95 或更高等級。第三，避免接觸鼠類，看到老鼠糞便，千萬不要用掃帚或吸塵器直接清掃，那會讓病毒粒子揚起來變成氣溶膠，吸進去就完蛋。正確做法是先戴口罩、戴手套，用稀釋的漂白水或 70% 酒精噴濕，等10分鐘後再用濕紙巾擦拭，最後密封丟棄。
漢坦病毒對含酒精的消毒劑、肥皂和稀釋漂白水非常敏感，所以勤洗手、噴酒精是最便宜有效的防護。第四，保留现金與實物資產。普萊和阿曼達都提到過，這幾年金融體系會有不穩定的時候，家裡留一些現金、一些黃金、一些可以交換的實物，永遠是好事。普萊在最新訪談裡甚至點出了一個具體的數字，他說泰國的金價在下半年可能會衝破每1兩10萬泰銖。雖然他不確定其他國家的數字，但是黃金將成為亂世中最重要的避險工具。第五，留意你的肉類來源。普萊明確說過，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初，肉類可能會帶毒。他沒有具體點名是禽流感、是豬瘟還是漢坦病毒的擴散，但是他建議盡量回歸自然飲食，多吃當地、當季、自己認識來源的蔬菜水果，少吃進口冷凍肉，少吃來路不明的加工食品。家裡有條件的，可以開始學一些基本的種菜、養雞技能。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條，重視家庭和信仰。閻王那段話的核心正是這個能在共業清算中站住的國家，是還相信家，還相信祖先，還相信神明的那個國家。對應到個人，能在這場浩劫中站住的人，也是還相信家庭，還願意陪父母吃飯，還願意對良知說真話的那個人。普萊用他自己的話說過，這場戰爭的解藥不在外面，而是在每個人的內心。閻王用他的方式說過同樣的話，這場戰爭的勝負從來不是看誰的飛彈打得遠，而是看誰在浩劫之後還能站着。朋友們，回到最開始那位加拿大女子留下的那2行字，2023年新冠結束，2026年漢坦病毒，她只用了8個英文字，預言了人類接下來4年的命運。他的賬號至今沒有再發任何貼文，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還在這個世界上。但是他留下的那條短短的訊息，像一封寄給未來的信，靜靜地躺在 X 平台上，等所有人有一天突然回頭看見。有人問為什麼他只發4條就消失，有人猜測他是被滅口了，因為他說了不該說的事情。有人猜測他其實是某個實驗室或情報機構的內部人員，看不過去某種陰謀，發完了警告之後，連夜銷毀了自己的痕跡。也有人說，他只是某位真正能看見未來的靈媒，看到了不想看到的畫面，發完訊息之後，選擇了沉默。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真相，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他是對的。他說新冠會在2023年結束，真的結束了。他說2026年是漢坦病毒，真的出現了。那麼他有沒有可能還預備了第3條、第4條我們還沒挖到的訊息？他的另外2條貼文裡是不是也藏着我們沒看懂的密碼？網友們已經組成了好幾個解讀小組，正在逐字逐句地比對他的4則貼文，希望能在2026年下半年來臨之前破解他留下的下一個關鍵字。回看2026年走過的這幾個月，火馬年的火已經燒到了中東，火馬年的水已經淹過了不少國家，火馬年的溫已經悄悄登上了大西洋的一艘郵輪。下半年呢？普萊說數量會非常多。閻王說勝負已定。加國女子留下的那條訊息靜靜地像在問每一個人，你準備好了嗎？朋友們，今天的內容比較沉重，但是我想告訴大家，預言不是為了讓我們恐慌，而是為了讓我們提前準備。普萊在每一次訪談的最後都會強調這一句，提前說出來，提前防範，壞事未必一定會發生。閻王在那位通靈者面前留下的也並不是判決書，而是一面鏡子。鏡子裡照出的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自己的選擇。我們的祖先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當所有的災難疊在一起的時候，也正是每一個人重新審視自己，重新找回家庭，重新找回信仰的機會。普萊還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這場考驗是共業，不是某個人的業力。共業的意思是，沒有人可以單獨度過，但是也沒有人需要單獨承擔。一家人在一起，一個社區在一起，一個國家的人民心連在一起，這場考驗就會輕得多。他說，神明從來不會無故給人不能承受的考驗。我特別想提醒在台灣的朋友們，台灣這次出現了20多年來首例漢坦病毒死亡案例，
台北的鼠患問題正在被全國關注。中央山脈以東的山區，最近幾年因為農地轉用、極端氣候，鼠類族群活動範圍正在改變。普萊預言中的 T 字母國家，有人猜是泰國，有人猜是台灣。Moreplay 自己沒有點名，但他在後續訪談裡補充過一句話 ：T 字母國家要特別小心航空安全、飛機事故。台灣的朋友們，下半年出國要更謹慎，回國後家裡的縫隙、屋頂、廚房後門要勤檢查、勤封堵，看到老鼠糞便絕對不要直接掃。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朋友也要特別留意賒刀人那句南洋米貴如珍珠，並不是隨便說的。糧食安全是接下來幾年最容易出狀況的環節，家裡可以開始多儲存一些米、麵粉、罐頭、乾糧，分批保存，分批食用，定期更換，不是要囤積居奇，而是給家人留一個安全的緩衝。中國大陸的朋友們呢，我特別想對你們說一句，普萊那具疾病是從外面放進來的，搭飛機進來的，傳播者本身可能不自知，是極為值得警惕的提醒。如果家裡有從境外回來的親友，給彼此一些隔離緩衝的時間。如果發現附近社區有不尋常的發燒咳嗽集群，第一時間做好個人防護。閻王那本厚厚的冊子上，每一個名字都對應着一個選擇。你今天怎麼對父母，怎麼對孩子，怎麼對同事，怎麼對陌生人，閻王那邊都在記。